那个屋子其实装潢的非常极简风。我妈一来，不知道从哪儿变出几块白色蕾丝花边大布。你们见过那种布吧？哎，你都不知道从哪儿买。沙发枕上一盖，茶几上一盖。哎，这些我都还能理解，你怕脏。你电视顶上盖一块啥意思呢？你要我娶她呀？我最受不了的一点就是她经常会打着你不会过日子的名义，把她的生活方式强加到我身上。最难受的一点就是她特别爱往我家的洗洁精里兑水，她都不是说这一瓶快用光了剩个底儿灌水物尽其用用光掉，她是买一桶新的，不是浓缩的啊，普通那种新的，找一个单独的瓶子，调配1比200万。你知道1比200什么概念吗？就是我可疯了，我甚至可以直接喝了它。我家的洗洁精别说不伤手了，都不伤胃。跟大家聊聊我妈。刘大卫不是我的真名，是我的艺名，倒不是说讨厌我的真名，寓意倒挺好的，也是我妈给我起的。刚出生的时候，希望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给我起了我这个本名，但主要是太尴尬，跟我形象太贴切。我本名叫刘欢。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想长大。哎，倒不是那种生理性的长大。我今年31岁，看我的脸也能看得出来，早就超额完成任务了。是那种社会性的长大。我妈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人，我很爱她，但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跟她平等的沟通。她直到现在依然会用那种约束孩子的方式去约束我，让我觉得压力稍微有点大。过年，躺沙发上放松一下，看会儿电视。觉得我的体态不对，你就好说好商量，不非要用那种命令的语气。坐直了，躺床上玩手机，坐直了。哎，看见有人躺着，就让人坐直了，我都担心他有一天去参加别人葬礼。而且你服从他的第一个命令，他也不会满意的，只会有无数的命令等着你。你在那儿趴着，让你坐起来，坐起来，让你坐直了，坐直，让你挺胸抬头。3句话给我说净话了。有的时候他甚至命令不动我，甚至会绕过我，直接命令我的器官。你们见过有人跟器官说话吗？我躺床上玩手机呢，我妈一推门进来，眼睛。谁？还能单找他吗？你希望他怎么回答你呢？眼睛，你不能这样，你不能指望叫一个器官的名字就希望它发挥正常的作用，对吧？没用的，不可能说领导扣我工资了，我良心。我好歹还有眼睛呢。但确实在家里待着不是很自在，所以挣钱的第1个月我就搬出去了。哎，在自己的家里自由，我甚至有点飘了。我甚至开始学习做一个体面的大人。我甚至跟我妈说：“我说妈，有时间来我家坐坐。”朋友们，客套是一种陋习。真来了，压力超级大，因为他每次来，他都特别喜欢把我家改造成他喜欢的样子。你知道什么是他喜欢的样子吗？就是我不喜欢的样子。感觉他不是我妈，他是梦，因为梦想改造家。我那个屋子其实装潢的非常极简风。我妈一来，不知道从哪儿变出几块白色蕾丝花边大布。你们见过那种布吧？哎，你都不知道从哪儿买。沙发枕上一盖，茶几上一盖。哎，这些我都还能理解，你怕脏。你电视顶上盖一块啥意思呢？你要我娶她呀？我每次看那个电视，我得把那个盖帘挑起来。我说怪不得，我小时候看电视时间稍微长一点，我妈就说：“哼，你长大了跟电视过去吧。”我最受不了的一点，就是他经常会打着你不会过日子的名义，把他的生活方式强加到我身上。
最难受的一点就是他特别爱往我家的洗洁精里兑水。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长辈有没有类似的生活习惯，因为他觉得原装用太浪费了，所以要兑水扩大它的体积。他都不是说这一瓶快用光了，剩个底儿，灌水物尽其用，用光掉。他是买一桶新的，不是浓缩的啊，普通那种新的，找一个单独的瓶子，调配1比200，我，你知道1比200什么概念吗？就是我可疯了，我甚至可以直接喝了它。我家的洗洁精别说不伤手了，都不伤胃。每一次快用光了，我妈就跟那个调酒师似的，找一个空瓶子，叭叭一对的。鸡尾水。我去外地上大学之前，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洗洁精。我第一次去我同学家玩，我才发现那玩意儿居然可以是粘的。有时候甚至我不在家，我妈都会来收拾屋子、盖布，然后走之前给洗洁精灌满水。哎，一点招呼不给你打，灌完就走了。我有时候出差回到家，一用那个洗洁精，那个触感挤到手里，我说坏了。哎，家里进妈了，我家里进贼可以报警的。家里进妈你怎么办？你怎么跟警察同志说？警察同志，家里进人了，丢什么了？丢什么？洗洁精的精被偷了。我甚至因为这件事搬过家。我不把地址告诉你总行吧？问我住哪儿也不好好问，你很难相信能从一个母亲的嘴里听到你别让我知道你家住哪儿啊。我也尝试沟通过，我说妈，我也是个成年人了，你尊重一下我的生活方式好不好？你不要把你的个人意志凌驾到我之上。但很难沟通，可能母子关系就是这样，因为他拿你当孩子。所以你的任何拒绝、不喜欢、不要，在他看来就是小孩子耍脾气，就是撒娇。你对他 say no， 在他听来是 say no， 对吗？ so 那加那的。但可能这就是母子关系的症结所在，因为他拿你当孩子，所以他觉得他有权利、有义务去管你，因为在他看来，你是他的一部分，你是他的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有的时候你能从他话里读出这种潜台词，别说你了，你的器官都不属于你，是他借给你的，你得好好用，因为你如果不好好用的话，他会拿回去，他会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机，旁敲侧击地问你说，你那个眼睛还要不要了？所以到底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大人呢？我有时候在想，我说是不是一开始我搬家从家里走出来，不告诉他地址，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一个课题不会因为你逃避就消失，它只会不断的出现，直到你给出新的答案。我今年终于鼓足勇气，第一次带我妈去旅游。在此之前，她完全没有见过我那种非常熟练的搞机票、住宿、酒店。那是我第一次从她嘴里听到，儿子，我以后不用为你操心了，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但那天我妈反而挺紧张，因为第一次坐飞机，不知道该干嘛，跟个小孩似的，非常慌乱。空姐跟她说话，她也听不明白，只能来问我说：“哎，儿子，那个她让我整什么靠背是啥意思？”我说：“嗨，坐直了。”今天参加节目，很荣幸见到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刘大卫，是艺能听得出来，虽然叫大卫啊，但其实看起来更小松一点。长这样也没办法，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城市，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边境之城。小城市嘛，它的教育方式、教育理念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原始。比如说我妈就特别信奉那种爽肤水式的教育，就是为了让你吸收，会轻拍你的面部。开个玩笑，开玩笑，别太紧张啊。不是轻拍。即使这样，大部分时间还是我妈教育我，因为我爸这个人不善言谈，我妈就是单纯不善。
辅导作业也是，甭管是语文还是数学，最后都是物理。经典力学。就是这个声音。他有点太经典了，已知啊，我妈的巴掌40牛顿。请问一巴掌可以给我拍多远？答案是无限，因为我妈对外声称我们家没有摩擦。但说起来轻巧，其实小时候确实被打得挺狠的。最狠的一次是我小时候因为不写作业，我妈打完我之后还不解气，让我只穿着内裤在楼道里站着。哎，我不觉得难过，你们也不要觉得难过，我只觉得有点荒谬。我往那一站，跟海尔兄弟丢了一个似的。我说干嘛？我学习不好，你给我报个班儿，或者咱们两个聊嘛，没必要这样。那冬天楼道里挺冷的。我甚至都怀疑他这么干的动机是因为我姥儿拦他的时候说的那句“你动他一下试试”，理解错了。邻居下夜班回来说：“哎呦，孩子，你怎么不进去？”我能说什么？我说你看不出来吗？我哪有地儿放钥匙啊？有兜吗？但即使这样，我还是愿意每年都回去跟他们待一段时间。我也建议大家抽出固定的时间陪陪爸妈，因为你太长时间不见他们，你就非常容易忘了当初为什么搬出来。前2年有一个观点叫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我其实从很早开始就做这件事儿了，16年大学毕业到现在。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现在是一个10岁孩子的父亲。这个逻辑很好盘吧？我今年31岁，能看出来吗？行，确实有点显老是吧？可以理解，要孩子要早嘛。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儿。抗争第一步就是开始蓄长发。我第1年留长发回家，我妈气疯了，瞅我，这都不是劝我，恐吓我，感觉我不是在蓄发，我是在出轨，吓唬你的话也都是一样的。等你睡着了，就给你那玩意儿剪了。就留。你说我娘，我认了。10岁的孩子需要一个母亲。其实不光是我希望下一代的孩子能够过得更自由、开心、自在一点。替我姐带孩子，我外甥在我家把玻璃杯打碎了。我说没事的，没关系的，这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他才3岁，他连句整话都不会说。我知道他为什么害怕，打完杯，哎呀，我知道他为啥害怕，因为我3岁的时候我也打碎过玻璃杯。我妈别说跟我讲道理，我妈可以打到我说整话。我妈可以打到我说英语 ，help， 纯求救。长辈总说你不能对孩子这么宽容，你得对他严厉一点儿。棍棒底下出孝子，知不知道？大家都听过这句话吧？我非常讨厌这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有一点幸存者偏差。有没有可能那个孝子也不是打出来的，是活剩下的？但幸亏流传下来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还能剩点。那要搁刀枪底下就都没了。你不能拿刀枪去教育孩子吧？你不能指望那孩子跟武术表演似的，爸妈这边红缨枪都朝脑袋扎过来了，孩子来。你不能把孝子的生产率压在他的闪避率上吧？我也不是说指望以后的孩子多跋扈、
多不能管，可以管，咱们分方式方法，但你不要管完之后，你还给我们扣帽子，说你们这代小孩子不能打不能骂的，都是小皇帝。哎，你叫我皇帝可以啊，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我皇帝应该有的待遇？我爸妈天天在家弑君，也没见你来救驾呀。我来面试这个节目的时候，导演问我说：“哎，老师，原生家庭这个赛道有点太拥挤了，你有没有什么特殊人设呀？”我说：“这段子，这造型看不出来吗？溥仪。”其实朕有的时候也在社交媒体上去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寻求认同，互相疗愈。有一个评论我看的还挺心里咯噔一下的，说：“哎，孩子，我知道你小时候过得很辛苦，但你有没有想过，你期待的那些爱，你的父母也没有享受到过。”我说又更新了。我说前2年不是还原生家庭的问题吗？现在是原生祖坟的问题了。但我觉得他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我也尝试按照他的建议去修补这段关系。所以我今年回家，我妈又一次吵我，你，我说 OK 妈，我知道了，我也爱你。我妈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我妈哭得不行了，搂着我开始说儿子，你是不是得癌了？哎，那要不借这就先把头发剪了吧？其实这个段子到这就结束了。最后想跟大家说点心里话。刚才听了大老王的段子，确实心里很有感触。那样的父亲，那样的母亲，那样的孩子，很融洽。但不是所有的故事一开始都是完美的。我选择原生家庭这个赛道去写段子的原因是，如果你一直拿它是个问题，那它永远会压着你。需要一个东西去调侃，去解构，让它变得轻松一点。因为它本质上就是场猜拳游戏。当你发现对面只会出布的时候，出剪刀就好了。谢谢大家。真的，哎，去年我上完节目过后，应该很多朋友认识我了吧？有认识的吗？有吗？认识。去年确实一整年，我也在线下巡演我自己的专场，也演了很多场。说实话，这个工作越来越忙，我现在身体跟不上了，我痛经。哎，我也是会来月经的啊。真的，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才说的。其实我每次来月经，我从第1天我就开始痛，那种痛可能很多男生不太能懂哈，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几个人端着你的腿去撞树，这连撞7天啊！我上一次来上海，我出差也是在虹桥机场，那天突然我在机场走着，突然就来月经了，一下把我痛的就晕倒在地上，当时来了3个男的抬我，没抬起来，抬不起来，顺手就把我放在地上了。旁边围过来好多人就在问，他说怎么了？我躺在地上很虚弱，我说痛经。旁边人说小伙子痛得都神志不清了吧？哎，我又补了一句，我说女的。旁边人说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在想女的？本来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真的，有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说忍一忍就过了，大不了我就忍到绝经那天嘛。但我除了痛经啊，我还月经不调，可能很多男生又不太能懂哈，就是你上学上得好好的，突然有几个人他端着书就来撞你。我的月经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来的时候也不说一声，到点儿了他又不走，在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我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应该叫大姨妈，应该叫领导。哎，你们应该都有领导吧？大家都有领导哈，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位置上在那想说忍一忍就过了，大不了我就忍到退休那天嘛。
你掐指一算，你说哎，退休那天刚好就是绝经那天。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那些退了休又绝了经的女人。但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哈。现在虽然绝经提前了，但是退休延后了啊。这个月经不调，月经不调，我不知道你们谁不调哈，我要调。我还是找了一些小诊所去看的，前后起码找了8个医生给我调，调完了他们说我月经不调。有的时候把那个医生都调烦了，给我抓了药，他开始这个药也来点那个药也来点，到最后他都问我，他说这个你来点不来点？我说我是来医院抓药的，我又不是上食堂打饭的，我真的。上一次我在虹桥机场把我痛晕了过后，我就回成都，我说下定决心我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好好看一下我这个妇科。那天我老早就去了，一到诊室，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衣服撩起来，我检查一下你的胸。我怎么好意思嘛，我胸又长得不好看。我虽然没有身材，但是我有身材焦虑哈。他长得像一个8字。好了，你们也不要盯着看了。而且那段时间本来就因为月经不调，我的8字还挺硬的。哎，医生接着问我，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 XX 还是 XY 吗？我说我是 XL。你问的是你的染色体。妈呀，染色体好陌生的词啊！我说我的应该是染的还可以哦。医生也很难为情，他就问我，他说：“哎呀，你不要误会，我是观察你，长了一圈小胡子，你声音有点像个男的，我怀疑你体内有2套系统。”妈呀，当时把我吓坏了，我说什么意思？一套安卓，一套 iOS。而且本来上医院想检查一下月经来不来的事儿，那天变成月经该不该来的事儿呢。我当时月经一下就不痛了，我头有点痛了，你知道吧？然后医生就让我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我就去了。说实话，做检查的过程当中，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我都在想，要是我检查出来我体内真的有男性系统，我怎么办？我的朋友们怎么面对我？我出走半生，归来竟是少年。我想了一圈，我觉得这个事情，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爸爸。我爸爸太想要个儿子了，但他这辈子只生下了我和我妹妹。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跟他说，他应该都会很开心的，哪怕他去世那天。我就站在他面前，把我的检查报告拿出来，我说：“爸爸，其实我不是你的小棉袄，我是一个假2件。”我爸爸绝对躺在床上在那儿瞑目啦。等一下，顺便把你妹妹送去再检查一下。爸爸能等。但我这个检查很快就做完了，我赶紧拿着报告单回到医生的诊室，一路我都很紧张，我也需要一个结果，我就站在门口悄悄问医生女儿女不女，很像站在产房门口，真的，别的话都别说了，就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吧。医生说恭喜啊，女孩，全女孩，158斤的大胖丫头。朋友们，我活了快30岁了，真的。那天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官方认证的女人，知道吧？这个段子你们也别闲着，播出那天你们就给我把消息往外散哈。逢人就说王悦纯女的啊。那赶紧给我看看我月经不调的事儿吧。医生给我总结了一下，看了你的报告单啊，我们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你体内雄性激素过旺，说白了有点超雄，你知道吗？你雌性激素太少了。不过你这个情况没问题的，你慢慢的。找个男的，生个孩子，激素就稳定了。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再说
了，我是来医院看病的，我又不是来求子的。你让我这个样子，我上哪里去给你找个男的？我一想，我说，哎，虹桥机场那儿3个男的，还挺有责任心的啊。但我后来在想，居然在那一刻，我真的在考虑，要不然就听医生的吧，我找个男的当个药引子。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这样不对啊！大家都说不要物化女性，我居然在那儿要物化男性，你知道？我就问医生，我说其他真的没办法了吗？医生说实在没办法的话，我当时就知道他有办法。他说，要不然就给你开点补充雌性激素的药吧。我说啊，这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办法吗？那个药我买了，就几十块钱一瓶，我现在也在按时吃。说实话，月经已经好多了，而且他调整那个雌性激素嘛，补充上来了。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开始偷偷穿裙子了，你知道？所以啊，朋友们，真的，关于医学、婚姻、男人、痛经，我觉得咱们能花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真的没必要花自己几十年。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翔宇。能走到总决赛，我真的挺开心的，感觉应该能挣钱了吧？我最近2年真的很想挣钱，不光是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啊，是因为我妈前2年开始搞网络理财了，不是炒股跟基金啊，是那种非常正经的诈骗 APP， 就是那种 P2P， 爆雷之后就把你的钱全都卷跑了。我妈也报警了，但没啥用。那个骗子早都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可能连移民都办完了，钱肯定不会还了。你骂他，你怎么中国人骗中国人呢？他说：“哎呀，已经是外国人了。I am a foreigner。”我妈手里没钱之后吧，家里很多银行贷款都还不上了，还被银行起诉，上了那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我听了以后说：“那咱慢慢还钱可以。”但这个事儿是不是影响不太好啊？我也是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说没事，儿子，你放心，妈已经查过了，这个是不影响子女的，你就该干嘛干嘛，搞你的脱口秀，进娱乐圈。妈看了，娱乐圈很多当红的明星啊，父母都在那个名单上。加油，儿子，妈上了那个名单，你就半只脚踏进娱乐圈了。然后我妈为了要还钱，就想找点挣钱多的活儿，但人上了年纪也没啥能干的，她就决定去干月嫂和育婴师，因为家长舍得给孩子花钱，工资还可以。她就跟我说，她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带孩子。我说妈，你不会呀？她说不是，儿子，我是在学习更加科学的方式。妈以前带你的方式都是错的，我现在已经学会了科学喂养，给小孩开发大脑。鼓励式教育，让孩子感受到爱。我听完觉得我感受不到爱了。我以前咋没有这些呢？我那个心情就很复杂，有点像看到前任对别人更好了。我意难平啊！我用我的整个青春和童年教会了他如何爱别人家的孩子。我都不敢问他，妈，那你爱我吗？我怕他说，儿子爱过。而且我妈这个人还挺可爱的，她会忍不住想要跟我分享她的进步，但有时候看到她对别的小孩越好，我就越羡慕和嫉妒。有时候她跟我打电话，也不聊她的生活，也不聊我的生活，就聊那个小孩。有一次她跟我说：“儿子，妈今天带那个小孩呢，弄倒了一杯水。妈本来想骂他，但我想了一下，他在探索这个世界，我就没有骂他。我记得你小时候这样的时候，我肯定骂你。”你爸还叫我揍你呢，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因为我大脑没开发。我妈有时候跟我打视频都会带着那个小孩，有一次她在给那个小孩早教背古诗，她就说：“来来来，快给翔宇哥哥也背一个听一下。”那小孩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说小弟弟，你知道这首诗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吗？这里面用了一个拟人的修辞手法，
一个怨字表达了诗人对不幸童年的叹息和对原生家庭不满的愤慨之情。而且我妈现在带小孩这么专业吧，我还很担心一件事儿，我怕她以后给我带孩子要收钱。别到时候我说妈，我们都要上班了，你能过来带一下孩子吗？妈，叫什么妈？叫李阿姨。跟谁俩妈妈的呢？我以后在家只能叫爸，李阿姨。感觉我爸二婚了。李阿姨确实对我挺好的，是真把我当亲儿子。但是我吐槽归吐槽啊，我还是很佩服李阿姨的，因为她业务能力确实很强，经常会有人给她送锦旗。去年过年，她还跟我说她要升职了，她要去美国带孩子，啊，因为有些美籍华人还是想找华人带孩子，可以学汉语、学传统文化嘛，就想从国内雇。开的条件确实挺好的，就包机票、包签证过去，开的工资也很高，开9000美元一个月。我听完说这个月嫂一定要女的嘛，那不是美国嘛？我可以自我认同为一个阿姨。而且啊，但我当时担心这个不会又是诈骗吧？啊，不会骗子去美国2次创业了？我就提前想把李阿姨联系好，确认完全部是真的，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说妈，那你要去美国这个事儿可不小，你有啥计划你跟我说一下。那你是不是去了美国？那你就不回来了？那个钱你也不还了？你成外国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是儿子，妈肯定是要还的。你看妈的计划是这样的，那不是9000美元一个月吗？那我在美国干个1-2年，就能快点把国内的债给还清了。我心想说，妈，你野心也太大了，你让中国人骗的钱让美国人还，还真是5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他最后肯定还是没去美国啊，因为他还在那个名单上面。哎呀，然后我上一轮录完回家，他还在跟我聊这个事儿。他说在国内带了5年孩子，也终于能把钱还完了，也不在名单了，还跟我说，儿子，妈这几年挺对不起你的。人家都是父母帮忙铺路，你反倒要担心爸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我说这有啥的，这不写了5分钟段子吗？我也没想着你帮我进娱乐圈，但我决赛圈可就靠你了。王队，谢谢你们，谢谢李阿姨。哈喽，大家好，我叫多多，我现在在上海读研，学的工科电气工程。我非常不喜欢这个专业，我高中的时候想学表演当演员，我爸非逼着我学工科。也不说为什么，就只会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不理解这2句话，除了押韵，还有什么逻辑？学好数理化，没让我学英语。走遍天下，走遍上海的困难。走遍天下都不怕，也没说怕什么，就反正什么都不怕。我要是走在路上遇到有人抢劫我，让我把钱交出来，我说等一下，要钱没有？但你看化学95。我抢劫犯说厉害厉害，不抢了不抢了啊！我把这些货讲给我爸听的时候，我爸根本就不在乎，就在你面前换一套逻辑。那小孩子没见过世面，什么都不懂。听爸的准没错，我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听到这句话，我脑袋里的逻辑体系彻底崩塌了。吃盐是重量，走路是距离。我怎么比？我要是相信这个，那怎么学好数理化？因为我的学校、我的专业还有我考研这些选择，全都是我爸替我决定的。我就经常在想，我为什么要读书？有没有可能我就是一个工具人？
在帮我爹读书。我爸高中都没读完，没过几年我哥就出生了。我哥6岁上小学，5年级逃课去网吧，4季风雨无阻，3餐简单对付。我爸可能觉得这个号练废了啊，那一年我又出生了，整个时间线相当有逻辑性。那现在我这个小号不行了，这个电气工程专业我学了6年了，大学4年，研究生2年，年年倒数。就我现在学业焦虑，我都不是害怕不能毕业，我怕我真毕业了，顺利进入我们电器行业，我怕他招不住。就我在手机上刷新闻，说我们电力行业某些领域又有了新的突破，即将实现全面自动化，减少人工操作。我心想你可快点吧，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就关键我爸对我期待特别高，啊，每天笑眯眯给我打电话，儿啊，你要好好努力，天天学习，长大以后挣大钱，光宗耀祖。我不理解，祖宗是大家的祖宗，你怎么不努力啊？就这2年最让我难受的就是我发现我跟我爸完全沟通不了。我跟我爸说，爸，我现在的生活很痛苦。他说，那你别痛苦。你有的吃有的劝，什么好痛苦的？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讲脱口秀。他知道我每天为了讲那种开放麦，来回地铁4个小时，1分钱挣不到，只为了上台当几分钟小丑。共情了。他问我，哎，你为什么不把那些时间啊拿去要饭？还能为什么？地铁不允许。节奏蛮有意思的。我说我想休学1年，我想停下来思考一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句话在我爸听来就是我不想活了，我要自暴自弃，就完全没有办法沟通。很多人说父爱如山，什么叫父爱如山呢？就是你和他说话，传回来的只有回声。我说我不快乐，传回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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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哎，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是一个00后，然后谢谢，我今年23岁，我是大学毕业之后去了北京，然后开始讲脱口秀，但我平时最主要的收入还是来源于我另外一份非常稳定的职业，儿子，对，每天主要工作呢就是啃老，但刚开始确实会很难接受这样一个现状，会觉得自己很矛盾，因为前2年还在叛逆，每天跟父母吵架。能不能不要管我？能不能不要管我？一转眼毕业之后，能不能给我5000？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那不，浪子回头就换金。但进入社会之后还向家里要钱，就的确会真的很纠结，不知道该怎么措辞。给我5000这句话真的太难开口了，尤其是前面那个动词，它很难拿捏尺度，因为你说给。就代表着一种理所当然的索取，但你说借，又代表要还，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跟他们说，还差5000。哎，这也很好，我既没有说要，也没有让他们给，我只是描述了一下我的状态，该怎么做你们看着办，还差5000。而且这个要钱的时机也十分的考究，因为我平时不怎么跟家里联络感情，所以如果每次都是缺钱的时候才打电话，那就会显得有一点冷漠啊。所以我每次都要找一个由头，等一个千载难逢、顺其自然的机会跟他们联系。爸，父亲节快乐，还差5000。妈，母亲节快乐，把电话给我爸。但这样机会很少，很难找。有时候你也很希望父母能够不那么传统，也过一过洋节。爸，
Merry Christmas. Give me 5. 爸，不给房租就捣蛋。因为长大了之后跟父母打电话，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最多也就都只能尽量的想办法寒暄几句啊，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工作顺利吗？工资结了吗？还差5000，每次都是这样，图穷匕现，电话荆轲。但我不擅长找话题啊，不是每次我都能跟他们聊上一会儿的。现在点开我爸那个微信，2个人通话时长是越来越少，5000是越来越多，甚至到后来电话都不打了，直接微信发5字，爸还差5000，过一会儿钱就打过来了，1字千金。虽然我爸妈每次最后都会给我钱，但其实他们心里并没有那么支持我做这个，他们还是会觉得我是在不务正业，马上就要失去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东西——应届生身份。当然，我也能预料到他们的态度，所以一开始我不太敢告诉他们我具体是在做什么。可时间一长，家人不知道你在干嘛，又每隔段时间不停让家里打钱啊，他们总会怀疑你出了什么事儿。我每次都跟他们解释，我说放心，我没出事儿。我挺好的，这边的朋友都很照顾我，他们都鼓励我加油好好干。你这么年轻，一定能成功的啊！我只是现在需要钱，我这个干好之后很挣钱的。我没有被骗，很多高学历的人也在做这个的。很难获得他们的支持，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如果你既想全职做喜剧，又不想依靠家里的话，那你可以平时用一些闲钱做一些投资。闲钱？我说我哪有闲钱？我只有忙钱。什么是忙钱？就是钱来了就走了。忙钱。我钱3过家门而不入。就我的钱如果是闲的，我何必还这么忙？但我上面说的其实都是以前的情况，现在开始挣到钱了，也上了节目也会收到一些劳务，有了钱之后就终于能够有底气的去面对父母，告诉他们还差4000。好，接下来谢大家。大家好，我叫唐香玉，今年30岁，单身，至今未婚。我讲了很多催婚的段子。为啥对这个事儿这么大情绪呢？因为我有一个很厉害的3姨，一直盯着我的婚姻问题。我3姨什么人呢？知名媒人，乡村丘比特，在我们当地说媒几10年，所到之处狗都没有落单的。巅峰时期，给村里的老赖都说上了媳妇儿，简直是功德无了。但我一直不找对象，很影响3姨的口碑，所以他现在是个男的都先介绍给他外甥女，不管有啥毛病。太厉害了，我觉得他已经不能称之为媒人，他是猎人，狩猎范围相当广，既能给我联系到上海外企的白领，又能给我找镇上2婚养牛的。养牛挺好，2婚也可以，主要我小时候被牛顶过，受过伤。他又长得咋说呢，跟牛魔王一模一样，长得太敬业。3姨劝我了，说你别挑长相，人条件不差。我说那是啊，将来带出去，谁不说一句你对象是真牛？他说你管这些干啥？你要是跟了他，没别的，光牛肉都吃不完。我说就没别的了。你还是说点别的吧，我没有那么爱吃牛肉呀。3姨说那毛肚吃不吃？牛大哥其实人不错，聊了不到半个月，我就学会了养牛。我打听了一下，他老婆跟他离婚之后自己干也养牛，也就是说跟他有过情感纠葛的女人，都闯进了畜牧业。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说比起婚姻，你可能更适合干培训。授人以牛也很牛。
跟他比起来，白领哥的花样就多一些。我俩都在上海嘛，他一直说想约个饭，但迟迟定不下吃饭的地点。我寻思是不是怕花钱呀？那我来定也行。他说绝无此意，只想找一个能看到东方明珠的饭店。外企是讲究，用东方明珠下饭。然后我们俩去了东方明珠旁边的海底捞，完全看不到东方明珠。吃着吃着，他突然说要对他父母好，他父母都没吃过海底捞，这孝心也太突然了。旁边的服务员都不敢动了。完了，我也没有服务过我的父母，当时就要买火车票回老家给父母洗脚，做美甲。我也不知道说啥，我说那咋办？那让你父母来一起吃。他说父母都在老家呢，没有来过上海，越说越伤心。最后发誓一定要带父母看一次东方明珠。眼看要哭了，我赶紧安慰他，我说这个事儿也不能怪你，主要责任在东方明珠。他在上海这么多年了，都没想过让你父母来看看。长个大高个子，一点人事儿不干啊！当天晚上就把我拉黑了，把3姨也拉黑了。3姨气坏了，说人这是孝顺，你挑啥？我说跟他在一块儿，我觉得我不孝顺。他爸妈没看过东方明珠，我爸妈还没坐过航空母舰呢，这去哪说理去？太伤人了。好不容易有个男人愿意把心掏给我，居然是孝心。我也想跟3姨好好说话，像从前那样，但现在2句话就能扯到这些事儿上。前2天给我打电话聊起来，说一起跳广场舞的认识了一个姨，脾气好，人也勤快，要是能给我当婆婆就好了。我想问那个姨做错了什么？那个姨甚至都没有儿子呀，就要给我当婆婆了，这是什么模式？消失的她，老公已经这么没用了吗？哦，人问我你老公呢？我说还没出生呢。太独立了，咱们独立女性就找独立婆家。好像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找个好婆家，从小就这样。结婚真的太重要，有什么好东西也要留到结婚。我们家有一床蚕丝被，距今已经有13年的历史。我说我这辈子没盖过这么好的被子，能不能盖一下子？说行，结婚手给你。现在不行，我不得不去查了蚕丝被的使用禁忌，是不是未婚盖了不吉利？什么蚕这么厉害？哦，脑蚕啊。我讲这些也有人问我3姨会不会生气。其实我在我短视频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她就是不往心里去，就是不跟我断绝关系。我今天借这个机会也想跟3姨说，为了你的事业我真的尽力了，但我也要搞事业。我知道你也是怕我一个人过得不好嘛，但你还记得吗？我会养牛，我能把牛养好，也能把自己养好。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我是彩亮。我这个人情绪稳定，很少哭。我妈教育有方，小时候日记被我妈偷看了，哭。我妈说：“你日子多幸福啊！你想想那非洲小孩，饿的都吃不上饭，人家都不哭，你哭。”我说：“你咋知道人没哭呢？非洲小孩日记你也偷看呢？”我妈说：“哭没用，写日记也没用，要是真喜欢写，就写出高分作文才有用。写作文老是那个题目，我爱我的妈妈。”我当然爱我妈妈了，别人妈妈那不阿姨吗？想得高分永远是那几句话。我的妈妈在我高烧的深夜照顾我，在雨中接我放学，为我打伞，淋湿了自己。哎，淋湿的永远是我妈，但发高烧的永远是我。那年东北旱灾，庄稼旱死了上百亩，我妈被雨淋湿了47次。我妈在哪儿哪儿下雨，铁岭萧敬腾。全班都写妈妈打伞，妈妈打伞。班主任开班会的时候都疯了，你们不要再打了啦！做啥都得有用，出生开始就得有用。1岁就抓周，一堆亲戚围着我，七嘴八舌，看我将来有什么用。我抓了个听诊器，
他们说不错，医生。其实我可能就是想把耳朵堵上。我表弟抓了个铁饭碗，他们说我们家光宗耀祖就靠我表弟了。所以抓周这玩意儿是真准。虽然我没有成为一名医生，但我一直觉得他们有病。抓铁饭碗的表弟更准，他现在在干吃播。就算死了也得有用。我姥爷走了20年了，这20年我姥每周给他准备3根破香蕉和5个过期月饼，求他办了70多件事儿，就没有人考虑过他生前糖尿病。每次给我姥爷烧纸，很少说多怀念他这个人儿，总是让他保佑我们点啥。几年前我要去考试，我姥就跟我姥爷说，保佑孩子考100分。我考的是雅思，一出分7.5，我姥转身就把月饼撤了。家里别人遇到什么事儿也会求我姥爷帮忙，除了烧纸还会烧烟呐，什么别的。这么说吧，我姥爷身边现在全是2手烟、2手手机、2手手表，我姥爷在那边急需一个转转。做人做鬼核心都是有用。前几天我姥摔了一跤，没有人告诉我。我妈后来说，告诉你你回来也没有用，人呢还是要做有用的事儿，你就好好整理短视频。我说妈，如果所有人都只做有用的事儿，谁刷短视频？就是做那些没用的事儿的时候，我最快乐。前几天给我家柯基修了个蜜桃臀。别人问我花180给狗屁股修那么好看有什么用？我说没用，但是我开心，因为我没法花180给自己修一个好看的屁股。凭啥非要有用啊？没用的人活得更爽。你看咱们这个节目啊，最有用的是摄影大哥，他不录这节目纯白眼。其次是观众，你们不笑这节目纯尬眼。最没用的就是气氛组嘉宾。太早了，他们不点评这节目纯享版。但是我们有谁比他们过得好？我们每天都在努力做一个有用的人，干有用的事儿，好累呀，不想有用了。直到今年第1轮比赛的头一天，突然看到一条新闻，言之凿凿说小行星即将撞击地球，导致世界末日。我说，哎，要是真的，怎么还有种解脱感？就是不是我主观不努力啊，是客观不允许了。这就好比公公婆婆天天催着生孙子，结果一觉醒来绝经了。那种精神状态就是绝子。我说小行星，你可说准了，来啊！那一夜我灵魂狂欢，什么有用都没用。看见别墅废墟，看见豪车废铁，看见富航狒狒。这还真走了。不努力了，什么喜剧之王单口季不去，另一个节目也不去，地球都要熊熊大火烧焦了，那爱奇艺的节目和腾讯的节目都会糊。人情世故不再在乎。爱奇艺导演跟我说：“彩玲姐，要不要用你的短视频账号给我们节目打广告？”我说：“不打，号卖了。”我给我女儿看小行星要撞地球视频，我说：“妈妈爱你，来把教科书拿来，给你烧了。以后随便刷短视频。”我女儿一刷，下一条：专家已辟谣。我说：“写作业去，把火也灭一下。”我女儿说：“妈妈，那你呢？”我说：“我看喜剧，爱奇艺喜剧之王单口季，花小钱看大戏，连续包月更便宜。”
好像只有想到世界末日要来了，我才能心安理得的做个废物。我活到今天一直在做有用的事儿。从小的教育让我一直以为，只要努力，更大的快乐会在后边等着你。但这是骗人的。小时候我们院里仨女生都喜欢跳皮筋儿，我老是回家写作业凑不齐，但是写作业的时候嘴里也捣鼓小皮球、拿脚踢、2856、2857，再凑齐，岁数大跳不动了。那年我们仨正好28、29、31。那时候我姥爷亲手扎了一个风筝，老想带我出去放，还用吃的诱惑我说走啊，香蕉带着呢，还有月饼呢。但是因为我有作文课、数学课，一次都没去过。现在在看放风筝，风筝和姥爷都在天上。我写完这篇稿子，跟我女儿说，什么都没用，你的世界你快乐最有用。我女儿说，对呀，我的世界本来就没有别人呢。谢谢大家，我是彩玲。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鹿。今年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呢，我讲了我的婚礼，吐槽了我的婚礼搭子托马斯。之后呢，很多人就很好奇我为什么会跟这么废的人结婚。今天我来揭晓答案啊。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啊，他不一定得是佳人才子啊，也可以是卧龙凤雏呀。今天说一个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些年啊，我们卧龙凤雏一起划过的铁路，干过的尬啊。当时呢，我还在做律师啊，他也还在北大上学啊，一个典型的恋综配置。哎，马上就翻车啊！我发现老外学中文几年，中文人格就是几岁。当时他中文人格5岁，我俩的相处模式就很母慈子孝。有一天我一回家，他就跟我告状说：“小鹿，有人算计了我。”这个算计啊，一听很吓人啊！这就是老外学中文的特点，他们学的词儿都很大，很书面啊。比如说我俩去吃麻辣烫，他会看着一大盆杨国福麻辣烫感叹句：“哇，真是一顿饕餮盛宴。”我跟他说：“你少吃点儿。”他会说：“麻烦您通融一下吧。”所以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谁算计你了呢？啊，今天怎么不开心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啊，我今天去了一个打印店，老板很热情，我们谈笑风生。我觉得老板很好，我没问价格就答应了。他说这点纸要90块。我当时一看，这么薄的一点纸啊，我说就这，90啊。哎，你是打印了10张9块钱吗？”他说：“你在冷嘲热讽吗？”我说：“对呀。”你不问就打，现在钱都付了，告诉我有什么用？怎么我是还能去帮你把钱要回来呀？他说：“可以吗？你不是律师吗？”我说：“啊，呀，也行吧。那这样明天我们去要钱吧。”他说：“啊，我也要去吗？你可以自己去吗？我需要去北大上学呀。”我说：“啊，什么意思啊？明天你去 PK University， 我去 PK 打印店老板。”那老板怎么会知道我讨回的是哪个老外的公道呢？最后他勉强同意陪我去讨回他的公道。然后第二天一早啊，我俩骑着电动车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啊。骑到那个打印店门口，我跟他说了一句：“你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进去取个证。我掏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进去大声的询问了价格，彩印3块，黑白2块。为了夯实证据，我还在电脑上登录了我的微信，还插上了 U 盘，煞有介事打印了2张，花了5块钱。最后啊，付账的时候大声询问老板：“是这个价格对吧？”老板说：“是啊。”然后我就把托马斯叫进来了。托马斯进来的瞬间，老板的脸色紧张了起来，明显是认出来了，毕竟他一天也不可能骗好几个老外。我就问老板，我说：“那你昨天收了他90块钱？”老板说：“啊，是吗？那我再算一下。”特别心虚的过去翻那叠纸，翻来翻去，算了3遍之后说：“啊，外面的壳子15块，打印60啊，一共是75块钱。”我当时一听，妈耶，差价这么小吗？不行，来都来了，还是得继续啊。我说：“那你收他90。”老板说：“那我算错了呀。”
当时一听，也有道理呀、但是不行，我得坚持。我说，这是算错的事情吗？啊，你明显看别人啊，人生地不熟的欺负别人、骗别人呗。这时候托马斯听懂了“骗”这个字，狗仗人势冲了过来，对着打印店的老板：“你是这样的人吗？你骗了我吗？我们昨天谈小风扇不是吗？我以为你是好人，我以为你是人中龙凤。”一瞬间，维权的气势完全垮掉。打印店的老板呢，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托马斯是个智障，气焰更嚣张，说喊什么？我不就算错了，把钱还给你不就完了？然后啪就拍了15块钱在那个桌上。我当时看着那15块，心想妈耶，我气势恢宏的维权就到此结束了。不行，我得升华一下。我说这是钱的事情吗？啊，刚才跟你所有对话我都录音了啊，就需要去举报你，一举报一个准啊！我可是做律师的。老板这时候呢也怂了，但他还是强撑着说。你是做什么的？我都算错了。我说我懒得跟你掰扯这几块钱的事情啊，自己坑蒙拐骗，我真正不为你这个行为感到羞耻。说完，赶紧拉着托马斯走掉。在他下一次发言之前啊，你们现在肯定心里还在想尬点在哪里是吧？还没到。我俩走出了那个打印店，我整个人就很沮丧。我心想妈耶，律师身份都亮出来了，干回来15块钱。啊，好丢人呐！啊，但是我这个气儿也没处撒，我只能委屈的跟他骑着电动车回家。我们俩骑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哎，托马斯2只手都紧紧的抓着车把。我说等一下，你打印的那些签证材料呢？在你哪一只手里？托马斯啊，还在打印店里。我说那怎么办？他说那我们，我说没有我们。只有你自己，我们回不去了。啊，你不回去吗？可是我的中文不好呀，我跟他们吵架，他们会瞧不起我，还不给我。我又只能硬着头皮陪他回去。但我一进那个店啊，我就在那假装若无其事说啊，刚才那个东西没有拿。老板态度特别恶劣，说这没那东西。我一看东西没了。托马斯急了，稍微体现出了一点担当啊！他冲进来，去那个垃圾桶里开始刨。这时候打印店的老板娘就飞过来跟我说：“哎呦，找什么？找人？什么东西拿东西？我们这没有那东西啊！”那个东西对我们特别重要，你如果没拿，你把监控给我调出来，我看一下。打印店老板儿子跟我说：“不调。”我说：“哎呦，不调是吧？行，那我现在就报警。”就在我说完这句话的瞬间，我的脑子。想了一下，阿姨，我们电动车是有后备箱的呀。当时我背上的汗就下来了，但我还是强撑着扭头跟托马斯说了一句：“先别跑了，去看一眼后备箱。”托马斯从那个角落，哼，出去了，剩我一个人。站在那个店里，举着那个手机，跟人家一家3口八目相视，度过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10秒。10秒钟之后，托马斯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叠材料，还说了一句：“啊，在。”这时候，打印店的老板娘几乎是像一个啄木鸟一样飞过来，开始啄我，说：“你看吧，你看，这说明他就是拿东西啊，觉得我们坑蒙拐骗，你们才坑蒙拐骗。”这时候，托马斯听懂了“骗”这个字，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对着人家一家3口岂有此理！我们回来，因为你们是大骗子一家，不是吗？你们骗了我呀！哼，你们骗的人罄竹难书。Enough， 毫无帮助。我当时腿也开始抖了，但我强撑着自己最后一丝尊严，跟人家一家3口说：“一码归一码啊。”
我们刚才确实记忆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是也不能因为我们的师傅就演给你们好自为之吧。当时托马斯走出那家店，我转身开始对着他破口大骂，我这回知道我的火该往哪撒了。我说 You stupid! How can you forget you're stupid? 减震材料 is in your 电动车后备箱。This is the most 尴尬 day in my life。哎，滚！我就一路狂奔回家，我也不上电动车，然后他就骑着那个电动车委屈的跟着我滋。我想妈呀，赶紧我要回家逃避这场尴尬，一路狂奔，终于走到我家门口，准备开门的时候，发现哦，我的钥匙连着我的 U 盘还插在打印店的电脑上。那一瞬间，我连站都站不稳了。我扶着我家的门把，跟托马斯说：“咱们换个房子吧。”我们真的回不去了。但是你可以。中国有句老话：“洋相还得洋人出。”最后，托马斯回去了，把钥匙拿回来了，他就去北大上学了。我独自在家消化这场尴尬，坐立难安，在家里待着15块调监控哎，不行，我不能活人不能被尬死，我得把我的尴尬发散出去。我开始发信息跟我的朋友吐槽这件事情，说哇，好丢人呐！去维权。律师身份都亮出来了，干回来15块，取证还花了5块，10块钱买走了我的尊严，还丢三落四，回去2次，一败涂地呀！小丑竟是我自己呀！掩面哭泣，跟一个朋友发完，哎呀，好尴尬，多选。逐条转发给另一个朋友。整整1天的时间，我疯狂地把我的尴尬发散到全国各地之后，哇，到了晚上10点，我终于平静下来了，终于可以安心地工作一会儿了。这时候我打开我的电脑，准备工作，要登录微信的时候，发现哦，我的微信还挂在打印店的电脑上。也就是说，那一整天，那一家人目睹了我的整场表演。一家人围坐在电脑面前，看我直播，还评论我。那都是这么尴尬呀！哎呦，还真是律师呀！哎呦，难怪脸都绿了。哎呦，这对卧龙凤雏啊，尬到在家里掐人中了吧？掐成人中龙凤了，尬得罄竹难书。哎呦，这是一场饕餮盛宴呀！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小佳。我不会嘴瓢，因为我的嘴一直在瓢。准备好听第一笑话吗？我前阵子去了趟医院，然后看到一对儿女带着老人来看病，因为要不要带老人去养老院的问题，2个人就吵了起来。坐在椅子上那个老人就特别可怜，说：“哎呀，死了算了。”儿子说：“你现在讲这种丧气话有什么用？”老人说：“不是，我说你们死了算了。”其实，在农村里，很多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所以不得不把老人送到养老院。但是呢，在农村这件事情很容易被议论。我外婆决定去养老院的时候呢，隔壁那个长辈说：“你儿子女儿不要你了哦。”哎，同样的，我爸妈去打工的时候，他也跟我说：“你爸爸妈妈不要你了哦。”你就感觉在他眼里啊，这家老人小孩都没人要，他可以在村口说这家老人小孩没人要，有人要吗？
便宜处，老人一诚心，小孩有破损。住养老院是我外婆决定的，她其实很先锋。她以前在厂里上班，然后每天到点了就会下班回家，然后领导开大会的时候，她会偷溜回去。我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说她最讨厌一群人听台上一个人放。我说阿嬷很尴尬，我现在就是放的那个。他不太清楚我的工作具体是做什么的，甚至会跟我开玩笑说：“那个以后啊，我争取死在周末，这样你工作日可以休3假。”我的外婆想把我的周一到周五都变成 Sunday。后来呢，我去养老院看他的时候，真的觉得那里很舒服。非常舒服，3餐端到你面前，然后楼下有个大花园、大泳池。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泳池是干什么的，总感觉是给老人的陷阱。但我真的觉得很舒服，我都想住。我说我能不能住养老院？那个工作人员说，你应该去医院。跟着我外婆同一间房子的同一个寝室，那个老太太、那个老奶奶啊，有一些阿尔兹海默症，但我有时候很羡慕她，因为她做什么事都很快乐，看电视剧笑，看新闻笑，就看脱口秀不笑。连阿尔兹海默症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喜剧很无聊。朋友们，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去养老院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养老院不够好玩。如果我们这代人住养老院，肯定会规划成我们想要的样子，对吧？到时候养老院呢，不在什么深山老林，就在市中心，旁边就能买到蜜雪梦城，然后无聊也不用出门，刷刷老红书，玩老者荣耀。一边抢拉布布，一边拉酷酷。哎，到时候女生宿舍对面呢，就建一个健身房，然后老太太每天午休醒来呢，就可以看对面帅哥健身，对吧？向往吧，对吧？你也不用害怕看腻。因为你老年痴呆，每天看都有新感觉。姐妹们，就是要这么不体面的老去。再不疯狂，我们就死了。老头也别生着，老头也去健身房捡矿泉水瓶。我觉得未来的养老院，如果这样做，一定是年轻人的天堂。对，是年轻人的天堂，而老年人的天堂就在天堂。我还蛮喜欢这个梗的，而且到时候我们也不担心孩子要不要我们，因为我们压根就没想过要孩子，对吧？而且我有个很神奇的发现，就是那天呢，养老院都是一群那种行动迟缓的老人。我那天一下车呢，迎面走来10几个人，都像小佳。他们一直在开口，就是小佳。早晚大家都会变成小佳的，祝福你们。有一个老人走着走着，假肢掉了，吓我一跳。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我感觉以后啊，我在养老院肯定如鱼得水，因为我有60、70年迟缓的经验。当所有人变成小佳，小佳就是那个 leader。到时候那个走路太好的人呢，是要被孤立的。所有人把他围到墙角，
说你怎么想去哪边就去哪边，你有没有点大局观啊？我等这一刻很久了。我到时候呢，在大厅里继续给大家讲笑话，看看今天把多少人笑死了。哎，我相信那时候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有人说这是我能听的吗？所有人都会鼓励你勇敢的大声说，因为大点声才听得到。谢谢大家。今天又被骗了啊！被房主任骗了，他天天都有在后面哭说我没有稿子，我没有稿子。然后他今天演成这样，啊，不是该哭的不是他吧？应该是我。每个接在房主任后面人都被淘汰了，所以你们不要把我轰下去，谢谢。啊，讲讲我啊！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啊，我是一个能量很低的人。我说我能量低，不是我说我内向，就是我很容易累，特别容易累。我每次都是休息2小时，演出5分钟，这5分钟在台上生龙活虎，下台嘎巴就躺了。但是我有一个跟我完全不一样的妈妈，我妈能量超级高，她精力超级充沛，我俩完全不一样，我俩处理问题的方法都不一样。我妈处理问题的方法就是干就完了，我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死了得了。所以我完全不懂我妈，我完全不懂她，但是我能理解她是怎样形成这样的性格的，跟她的工作有关系。她是一名小学的班主任，她有一个偶像叫李云龙，她的教育理念就是逢敌必亮剑。每个学校都有打扫分担区的活动，我妈的班级如果领到那种特别不好的那种打扫工具，她就会给她的学生们做扫前动员。她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去给我找工具，哪怕去偷去抢，我要你们20分钟内把这里打扫干净。这就是我的妈妈，一个有洁癖的土匪头子。而且我妈特别喜欢搞氛围，特别喜欢搞氛围。每次年夜饭都是她的主舞台，一大桌子菜，一家子人做好了，她不吃，她拿起一杯酒，说：“来，我提一杯。”然后对着我姥姥说：“妈，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关心和照顾，这杯酒我敬你，祝您身体健康，寿比南山。”我说：“妈，你要找我姥办事儿吗？啊？我感觉你们俩都不熟，我要不给你俩引荐一下呢？我要。”而且他自己敬完了之后，他又指挥别人敬酒，让我老舅给我姥敬酒，让我老姨给我姥敬酒，然后他们仨一起给我姥敬酒。我说咱们家是敬老院嘛。我姥80了，我说再这么敬下去，我觉得我姥寿比南山难。北海北海有老墓碑，起低了。我喜欢。有人喝了，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别敬了，我觉得我老脸色都有点难看了。”我妈说：“能不难看吗？你还没给姥敬酒呢。”而且我妈不仅自己搞氛围，她还拉着我一起搞氛围，让我在年夜饭饭桌上表演节目。你说小时候表演就表演了，长大了也表演。我说实话，朋友们，我的亲戚朋友们平均年龄40、50岁，我学幼师的。我给他们演什么？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太荒谬了！最荒谬的是，没有一个人觉得这很荒谬。而且我妈连生病的时候都要搞气氛。去年生病住院了，
我陪他去住院，我天天熬夜，熬得面黄肌瘦，我妈满面红光，跟隔壁搜手。医生进来都懵了，跟我妈说：“你长点心吧，你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还有闲心跟人唠嗑呢啊！”而且没住2天，几乎整个楼层的病人都认识我妈。我妈在走廊里散步的时候，那3步一招手，5步一回头，谁都得过来跟她唠10块钱啊。她天天在医院里给人化疗，哇！我陪我妈在走廊里散步，后来我发现，都有人开始认识我了。他们指着我跟我妈说：“哎，这个就是你经常提起的那个说脱口秀的女儿，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我说：“我不是，我是德云社的烧饼。”我知道这段脏，但是我喜欢。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我了，他们直接都不叫我，他们直接上来就跟我说：“演一个，大方的演一个。”我说：“让我看看是谁的老眼睛没有看老师啊！”荒谬！我为什么今年想上节目？我就是希望以后再有人让我演一段的时候，我直接把这个视频怼到他脸上，就放刚才那一段。这一段，而且这些我都能理解啊，这些我都能理解。我唯一我不能理解的是，我妈她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她要操心别人的手术，我无法理喻。就人家有家属，有主治医生，她在那儿指挥人家，说你抬头，你抬脚，你扶腰，放这个床上，运动啊！我那个时候我非常生气，我非常生气，我对着我妈。漂亮！我说妈，你也是个病人，你应该躺在那儿休息。你天天操心别人的事，你不累吗？我妈说，你天天说脱口秀，跑这儿跑那的，也赚不了什么钱，你不累吗？我说妈妈，你帮助别人的样子真好看。我发现啊，我其实那段时间我整个人都想改变我妈，我想让我妈变得像我一样，就是安静一点，有助于她的恢复。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妈住进那个病房之后，整个病房欢声笑语。虽然我还是不懂她，但是我决定尊重她，因为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希望我的妈妈身体健康，寿比南山。谢谢大家，我是月明。哎，到手面。哎呀，第三轮了啊，该讲点原生家庭了啊。哎，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开小饭馆的，卖点什么包子、饺子、米粉、面条之类的。我们家的饭馆名字叫好好吃，只有我一个人听进去了。我每天都坐在饭馆里面好好吃，但我们家饭馆的生意还是一般，爸爸妈妈呢就是闲着是闲着，不如就吵点架打点架。饭馆嘛，也需要一些真正的人间烟火哈。我印象里面最深的画面就是2个人忙着忙着，突然就打起来了。从那个店门口打到后厨，2个人简直不知天地为何物，甚至有的时候就是你一盆肥肠，我一盆牛肉的互泼。我们店里面有些顾客明明点的就是一碗素面，吃着吃着就变成了臊子面。而且我是来了上海过后，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臊子叫浇头。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我爸妈就是这么用的，而且也是来上海待久了过后，我才知道你们这边管这个叫家暴。我觉得这个叫法简直太对了，因为我妈就没赢过。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紧张啊，我当时的家庭氛围就是这么紧张。你们反正就紧着听吧，我松着讲啊。反正这些事儿，我觉得说出来又如何嘛，是吧？每次我爸爸妈妈一打架，我妈妈就会披头散发的跑回娘家。娘家人没有那么好惹的，马上就要选出一个代表，去讨个说法回来，就选了我舅舅。我舅舅长得跟我一样高，已经算是我们家里当时最高的了，看起来就挺好惹的。我舅舅每次来到饭馆门口，2个袖子往上一撸，站在门口大喊出来，那就是他那天说过最狠的话了。
就两口子闹矛盾，家里面的人一般就是坐下来吃个饭，就当无事发生了。我舅舅本来还很生气，但他吃着吃着就开始晕碳了。跑回去唯一的说法就是，这个回锅肉还挺有说法的。就我们家的日子就开始这样日复一日的循环起来了。妈妈一回去，舅舅就会来；舅舅一回去，妈妈就回来。我舅舅后来都三高了，所以我爸打我妈这个事儿，最难消化的人不是我妈，是我的舅舅。直到我4岁啊，问题依然没有被解决过。我舅舅趁着唯一一次还没有吃晕碳的时候，就悄悄地跟我妈说：“泡嘛，不行就泡。”我舅舅实在是不愿意吃回锅肉了，我妈也决定要跑，她就开始偷偷的在饭馆里面存钱。那个时候卖一碗面，她能存5毛；卖一笼包子，她能存3毛。所以有段时间，她经常就在店里面给客人推销面条。其实每个吃过我们家面条的客人都助力了我妈的逃跑计划。我都在想，幻想我妈妈逃出去那一刻，别人越狱是 freedom， 我妈妈出走 noodle。一个凌晨，像往常一样，我爸爸还在熟睡，我妈妈已经系好了围裙，从家里去饭馆的路上，突然就消失了。我后来问他，我说你到底是什么契机决定要走的？他说当年有一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电视剧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有看过的吗？有看过的吗？看过的你们也有点年纪了哈，你们反正。我妈确实太喜欢跟陌生人说话了，她不说话的话，饭馆的生意会更差。就这个电视剧把我妈妈一个艺人都听 emo 了，她看着看着就在想说啊，还能这么打？越往后面看越说，哎，还能这么跑？我妈跑了过后，其实我爸爸那边的所有3亲6戚都对我爸爸发起了直达灵魂的羞辱，就问他说：“你连你老婆都管不住，你算什么男人？他在存钱的时候，你到底在干什么？怎么可能就找不回来呢？中国就这么大。”我爸爸真的受不了羞辱了，他决定学习冯远征，亲自远征，去我妈妈娘家找人。其实我妈妈就藏在村子里。但村子里所有的人一看我爸爸来了，平时最爱扯闲话的几个大娘就靠在村口，你一句我一句的，几个人就，哎呀，那个跑了，跑到上海去了，不是上海，北京。哎呀，你们都搞错了，跑到美国去了。我爸爸听完过后说：“难怪我说怎么中国找不到啊！”我妈其实最后是通过失踪2年才成功的自动跟我爸爸离婚的，所以法院判决那天出庭的人只有我和我爸。我觉得我妈妈挺勇敢的，她的缺席让我第一次看见了一个看不见的女性，因为她知道挨打的她离不了婚，她就只能成为那个消失的她。我知道你们现在又紧张了啊，但当时法院的氛围就是这么紧张。你们紧着听吧，反正法官是松着判的，把我判给了我爸爸。当时他对着4岁的我说：“小朋友，你是想跟着爸爸呀，还是想自己出去单干呢？”我妈其实中途一直都有偷偷的联系我，所以在我成长的每一个重要的节点，我都有一个看得见的妈妈。其实我小时候并不理解她为什么要跑。我长大过后，我才开始真正的不理解，我都不懂他为什么不早点跑。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非要忍到我4岁你才跑呢？我妈说，她说因为我在存钱。我就问他去哪儿了，他说从云贵川跑到江浙沪，从大西北跑到北上广。我一听跟我去年专场巡演的路线一模一样。但我是背着包袱去讨生活的，我就在想我妈是怎么生活的呢？我觉得我低估了我妈妈。她是系着围裙跑的，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跟一个扛着梯子的男人一样，可以随意的出入任何的公共场合。就哪怕是联合国开会，我妈去了，保安一看到她，她说：“哇哦，包子饺子普利斯。”就算哪天他真的饥肠辘辘无处可去了，他甚至可以随机混进一个饭馆，
，cos 里面的服务员，自己给自己打员工餐吃，就被人发现了，又能怎么样呢？跑嘛，反正从饭馆跑，他熟。而且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现在跟我的妈妈生活在一起。我在成都的郊区买了一个小房子。其实我从中专毕业过后就一直在疯狂打工存钱，直到我接触了喜剧，我发现演一场即兴喜剧我可以存200，演一场单口拼盘我可以存300，所以有段时间我就特别爱演拼盘，因为我知道爱拼才会赢。我妈妈看我这么疯狂的存钱，她也挺紧张的，生怕我要跑。我说：“妈妈，这个家没有人需要再跑了。”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大家好，我是英宁。哎，哈哈，我呢是一个东北女人。巧了，我妈也是。她的人生信条就4个字：不服就干。只要我一不服，她就干我。小时候让我长个儿，让我长个大个儿。跟大家解释一下，我爸就1.69米，我妈1.5米。对，东北不仅有矮人，也有矮人。但是他呢，希望我长到1.75米，每天让我拽单杠。大家现在看出来，我这个个儿还是1.6米，个儿没怎么长，但是我这个胳膊呀，我1.6米的个儿，但我的臂展是1.65米。小时候做课间操，老师说大臂向前看，结果啪就插人嘎叽窝里了。老师说 spring 就啪扇出去2个嘴巴子，伸手就打笑脸人。不瞒大家，我这个胳膊伸手就是2.1米，也没什么用。唯一的用处就是走在路上看到那种突然想空气投篮的那种男生，先上去给他一个盖帽。有时候真的想想啊，这个故事真的挺讽刺的，因为大家想想，胳膊是什么位置？胳膊是人体骨骼当中唯一跟身高没有关系的部位。但凡当年我练习的是上吊，人虽然死了，但是官方身高是1.62米。我妈这个人，她不仅不服生物学，非生物的也不服。我记得我刚毕业那年就不想再管家里要钱了，但是北漂嘛，你租房子图便宜。哼，大家租过凶宅吗？没有想到吧？这里还有死亡话题。当时那个中介还跟我说呢，说女士，您现在站在窗户边的这个位置，就是上一个住户跳下去的位置。我当时把我吓死了，我说难怪便宜呢啊！遇上了跳楼价了。我妈一听什么凶宅，根本不服，说妈觉得这个房子它应该不是一个凶宅，因为那个人站在这儿的时候还是活着的。1楼才是凶宅呀！哇，我当时满脑子里只有4个字，好有道理。我说妈，你冷静一下。我是说，假如说那个大哥他以后想回家来看看的话，应该不会只回1楼吧？我妈说你放心，他的腿摔坏了，他肯定上不来了。我妈这个人不仅不服鬼神，其实她也不太服一些世俗上的观念。有一年过年呢，其实有一个非常讨厌的亲戚就在酒桌上指着我说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不成家呀？我妈说我的女儿她爱怎么活就怎么活。你小时候拽过单杠吗？没有，没有你手伸这么长。但是他会偷偷的跟我说，哎，闺女，妈知道你不想要男人，但是咱能不能要一个孩子？我说什么意思？不让中间商赚差价。我妈这个人，她成长于那种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年代，就是传统中带着一丝激进。她一方面说，你现在趁着年轻呢，你早点生，这样恢复得快。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怕我太懂生孩子。我就跟她说，我说那生孩子是不是意味着得跟男生？
有亲密接触了呢。我妈说，那种事情咱可不能干啊。我当时想，妈，啥事儿啊？为什么说我妈这个人，她人生有不服输的精神呢？因为前几年，她怀孕了。对，在我妈50岁的时候，她用实际行动教会了我一个道理：什么叫求人不如求己，言传不如身教。然后我当时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她，我总不能说，哎妈，那种事情咱可不能干呀。但是我确实发现我妈妈怀孕之后，我妈和我爸的态度其实不太一样的。我妈每天摸着她那个小腹，在家踱步说：“宝贝，妈妈这辈子对不起你，下辈子你早点来，你争取做第1胎。”我说：“妈妈，我还在这儿呢。”这是我妈给我的感觉，而我爸给我的唯一感觉就是：“老子牛啊！”哇，真的是男人至死是少年呀！有时候我看他俩这个状态，我就觉得3胎这个事儿啊，不应该只鼓励年轻人啦，是吧？也把他们拉入到这个阵营来，口号我都想好了，就叫与其催自己的孩子生，不如生出自己的孩子。但我妈催生她也不是为了一些世俗上的观念，她就是怕我现在不生老了吃苦，又怕我现在生现在就吃苦。因为她跟我说其实女人生孩子真的特别容易遭很多的罪，尤其容易得产后抑郁。他就说他当年就得过，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哪知道这是病啊，都以为刚生的孩子太丑了，丑得让人想死。他说我当时抱了你第1下都不是说这像谁呀，而是说这像话吗？我还关心他，我说那你难受吗？我妈说咋不难受？当时周围的阿姨天天就想跳楼。我说那你呢？他说我还行，我就是想把你扔下楼。我说妈，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想过1楼才是凶宅？我妈确实就这么一路不服，一路硬扛，走到了今天。她前年退休了，现在呢，每天在家健身，已经拥有了4块腹肌，然后现在每天在学英语，准备在备考雅思。就像所有突然失业的年轻人一样。但是她这种精神也一直鼓励着我，就像比赛之前她跟我说，比赛那玩意儿咱就干呗，管他输赢的，听妈的，咱谁也不服。你就记住一句话，妈妈永远爱你。谢谢大家，我是英年。